在山里这边住，并不是说躺平、隐居、逃避现实，应该是以一种非常定的、专注的状态去做好每一件事情。18年认识了那个室内家居设计师，上虞这边有一个房子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做驻地。一进来就感觉特别好，白墙给拆掉了，里面的石头露了出来。2楼有一个砸出来的一个墙，看起来好像没完工，但是又特别完美。厨房保留了以前的那个灶台，旁边做了一个现代的，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化碰撞。工作室的一个环境就是2个字：就手。准备做的创作就在我边上，在山里雪生，我出去就能画。我是在广东省阳江市海边长大，打开门就是海，大概12、13岁，差点被海卷过去了。同一天晚上，一个小伙伴被卷走了，之后我就对海是有点恐惧的。沙滩上就可以满足我一切的幻想。拿个树枝在上面写字，不用钱的。读书呢是在村里面的一个学校，高2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美术学院。每天5点钟起床，先去画室，12点翻墙进宿舍，翻烂了几条裤子。我考上美院那年，整个海陵岛全挂了我的横幅，夸张了。本科毕业创作，想方设法画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有一点点超现实。我已经坐在水池边上了，是个暗中观察的状态。泳池下的人呢，就在追逐，生命很宝贵的嘛，他们却在浪费时间。毕业展第1天就卖掉了，其实不舍得卖，助学贷款的，欠2万4。我因为没见过2万块钱，我还专程把它从银行里面取了出来，给他拍了一张照。哦，原来就这么点，当时是这种感觉。对，还有2个，这里有2个。前任分手的时候，心痛是很难描述的，感觉到我被什么东西刺伤了，开始观看那种带刺的植物。画了一个手捏着先长，一些痛产生的过程。刺是一种保护，靠近我就会受伤。人跟人之间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亲密关系也是这样。在整个这个城西乡走了很多地方，王阳明的竹居附近有好多竹子嘛。研究竹子的过程当中，看到富贵竹、转运竹，了解到原来弯曲造型是人为的。一种呢比较残忍的，就是用铁丝固定，在小的时候把它弄弯，扭曲了它的自然生长状态。一个提醒，我们对于他者的一个干预，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？千禧年之前就有一个法国的一家人住在这边，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，非常感兴趣。版画的技术去记录下来，我把它取名为自然拓片。2020年开始在杭州读博，很多人说做艺术家读什么博士呢？研究性工作，让我的思想不要太单一，让我远离梵高式的理想。在广州美院任职，有课的时候回广州上课，假期来到这里，封闭性的会做一些创作，睡得会早，起得也会早。早上起来之后，茶先弄好，音乐先播起来。我跟他在景德镇认识的，处理异地的办法已经是轻车熟路了。他每天朗读一篇古诗词，用书法抄下来，2个人的一种约定，已经有200篇了。点动夏雨舟。
方歇，王孙自可留。我的名字叫黄几，几是数字系统里面的一个不确定数字，突破自己的一个禁锢，有更多的可能性。